占杜固仁波切的其中一个前世是古印度84位大成就者之一的毗瓦巴。大成就者是仰赖密续修持而证得悉的瑜伽士，因此他们经常展露出离经叛道甚至富争议性的行为。这些让旁人费解的行为往往归因于他们对教法的深入了解。毗瓦巴是那烂陀寺的僧人，也是寺院的执事，后来更当上那烂陀寺的住持。白天，毗瓦巴忙于寺院的教学、著书和管理事务；夜里，他则是升了轮金刚密续的积极修行者。然而，多年的努力并没有让这位年纪渐长的僧人获得丝毫的修行成就。后来，一连串的噩梦让他终于忍无可忍，他视这些噩梦为极度不祥的预兆，表示他这一世并没有修行金刚乘的业报。那个晚上，失望透顶的毗瓦巴做出了放弃修行的艰难决定，并把念珠丢入了茅坑里。就在同一个晚上，无我佛母在他梦中出现，向他解释说，这一系列噩梦恰好显示他已经在成就密续觉悟的边缘。受到无我佛母的鼓励之后，他十分后悔，遂将念珠取回，并恢复修持，很快就取得证悟。然而，毗瓦巴作为纯净僧人的美誉很快就被人质疑，一些僧人看见好一些女人进入他的寝室。事实上，当时的毗瓦巴正在修持密续法门，而这些女子都是前来领取会供的空行母。有关他破戒跟女人共处的谣言很快就传开。为了平息这些谣言，毗瓦巴站在寺院的佛像前，公开承认自己的罪行。他除下僧袍，放下僧钵，并宣布：“我很邪恶。”做出这项声明之后，他的行为变得越来越古怪，导致他最终被正式逐出那烂陀寺。这位看起来不光彩的住持，从此作为衣冠不整的瑜伽士，在印度各地游荡。他实现了许多奇迹，降服人们的心，许多人因此成为他的门徒，转而信奉佛教。奇迹一：将恒河一分为二。毗瓦巴被逐出寺院后，他前往恒河。有几位比丘跟随他来到河岸，毗瓦巴大成就者宣称：“我是邪恶的，所以你应该分开你的水，这样我就不必亵渎它。”让比丘们惊讶的是，河水竟奇迹般的分开了，毗瓦巴就这样走过了对岸。比丘们意识到他们的前任住持成就很高，于是请求他的原谅，并请求他返回寺院。毗瓦巴选择原谅了他们，但拒绝返回寺院。奇迹二：阻止太阳下山。毗瓦巴和他的弟子一起前往南印度的德克西纳帕塔时，他们偶然发现了一家属于卡玛鲁巴女士的小酒馆。一进门，毗瓦巴要了一些酒，但他看了他们一眼，就质问他们是否能喝得起。毗瓦巴回答说：“服务我，直到我满意为止，你会得到你想要的任何回报。”但他仍心存疑虑，接着问道：“那你什么时候会真正付款呢？”毗瓦巴拔出一把匕首，在地板上划了一条线，说道：“当太阳通过此线时，我就会付账。”酒馆老板不知道的是，毗瓦巴已经用他强大的神通力，阻止太阳沿着正常的轨道移动。时间1分1秒的过去，毗瓦巴继续喝酒，并要求更多的酒。不一会儿，酒馆的酒缸就被清空了。为了遵守约定，这位女士不得不从附近的其他酒馆购买葡萄酒。毗瓦巴不断喝酒，所喝之量要500只大象才能驮得动。全城的酒都饮完了，却毫无醉意，而太阳也丝毫未动。正午的酷暑开始使大地的庄稼枯竭，河流和湖泊也开始萎缩，全国各地的人们都因酷热的阳光而精疲力尽。国王命令他的大臣们调查这一神秘异象的原因。没过多久，国王就发现了毗瓦巴与酒馆老板的交易，因此他立即出发去见毗瓦巴，并恳求毗瓦巴准许恢复太阳的正常运行。毗瓦巴表示，只有当国王付清酒费时，他才会恢复太阳的正常运行。国王也欣然同意了。此事共历时3天，太阳方恢复运行。当太阳下山时，全国上下无不欢呼，并对毗瓦巴升起了强大的信念。最后，整个国家的子民连同国王都成为毗瓦巴的弟子，并皈依了佛门。此时，毗瓦巴展现了分开恒河和阻止太阳的奇迹，已经聚集了相当多的追随者，这成为他最著名的奇迹。他也因此经常被描绘成高高举起一只手，对着太阳做出愤怒的姿势。毗瓦巴的离世，毗瓦巴的离世本身也充满了神秘色彩。
有人说他已经化身为一尊石像，也有人说他已经融入石像当中。由于年代久远，关于皮瓦巴身世的少数可靠记载已经无从追溯。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关于他的事迹，都是一代一代口耳相传保留下来的口述历史。以上就是今天全部的内容。总结来说，由于那时的众生福报比较大，所以他们仅仅通过见证奇迹和神通就能获得极大的信心。如今的末法时期，喇嘛和大成就者皆不提倡显现神通来度化众生，而必须利用讲经说法来让弟子产生信念。最后，愿将这个视频的功德回向给所有的母亲众生，愿一切母亲众生离苦得乐。